昨天那个慈善晚宴您去了吗？您没事吧？我觉得若楠姐呢还是喜欢你的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个瑞企的总裁，还一上来送那么大的礼，这要我也扛不住呀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给你看看啊，那，哎呦，这公司员工都已经传开了，说四大去拍那个 MV 就是赵雨辰赞助的。我觉得他很早就已经喜欢若楠姐了。嘿，季总，你去哪儿啊？一会儿还要开会呢，季总。先生，您找哪位？哎，先生，没有预约不可以随便进来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没有预约你不能随便进来。没关系，请他进来。终于来了，但是比我预料的晚很多。你接近独孤若男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时隔多年不见，你开口问我的第一个问题，居然是因为独孤若男，他很重要吗？对，他对我非常重要，所以请你不要接近他。那苏晓呢？苏晓又算什么？苏晓的事情和独孤若男无关，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。看来你很在乎独孤若男，可你越在乎他，我就对他越有兴趣。或者你干脆向我承认，你爱上了独孤若男。我有必要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吗？可以不用回答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身上背负着一条人命。你以为你当年亏欠了苏晓，现在还能光明正大的爱上其他女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那你就配插手我的感情和生活了吗？有什么怨恨冲我来，我等你。我也等你。楠姐，我们已经根据您的要求推出音乐专辑推广，并且呢植入《大女人》这首歌。那现在我们的媒体转发量已经累计达到了20万以上。新专辑销量怎么样？哦，电子销量已经达到了5万左右，对于新人歌手而言，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。好，辛苦大家了。网络宣传的力度很好，但是要记住，网络的资讯更新换代很快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跟上。我是，干嘛？嘿，嘿，哇，一边是瑞奇的金主，什么情况？历史上的旧爱。这下楠姐要头痛了。我在开会，你干什么？独孤若男，我要你离那个叫赵雨辰的男人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。因为你在吃醋。随便你怎么想，你跟他少接触就行了。你不是让我不要等你吗？那干嘛还管我跟不跟别的男人接触？我不是不让你跟其他男人接触，我是不让你跟赵雨辰那个男人接触。愚公，瑞奇赞助了4打 MV 的拍摄，而且我们有一谈之后的合作。于私，赵雨辰一表人才，事业有成，温柔大方，彬彬有礼，我凭什么不能跟他接触？我应该要跟他多接触。他接触你明显就是目的不纯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又纯吗？你现在在我开会的时候把我拉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只关心那些病人的心理想法，你没有关心过我在想什么。你
你根本就不懂得爱一个人，你根本就不懂得爱我。我们之间结束了。他是我男朋友。总而言之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哼。无论赵雨辰简单或是复杂，至少他不会像你一样，不会像你一样一边说着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一边又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，不送了。你要和他在一起吗？对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今天恋爱，明天订婚，后天我会托人把喜帖送给你。喂，潇潇。喂，安菲尔。你让我查的那个事儿啊，我查到了。怎么样了？我托人啊找了季末的一个老同学，他呢正好认识那个叫苏晓的。他说苏晓3年前就消失了，他好像……哎呀，好像怎么样？你快说呀，说重点。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说是乳腺癌。不能打给他。要是我跟他联系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我很主动？喂，有什么事啊？阿南，那个我有件事想跟你讲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跟你讲。那你就想好再讲吧，不要这样占用我电话，万一有人要打给我怎么办？哦，你在等电话吗？如果你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呢，那就下次再跟我讲，或是发短信给我。其实说急也不是很急，我就……不联系就不联系，都不要联系好了。赵雨成，沈千沙，你来干嘛？该不会我爸让你把我抓回去吧？哼，你觉得我有那么无聊吗？说谁无聊呢？你到底来干嘛？找若楠喽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他说的那个有利用价值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别被别人当枪使。沈千沙，若楠是我朋友，请你尊重她。只要你不是我爸派来的，不管你跟谁做朋友。放心吧，沈叔叔那边我不会多说。那行吧，那你就跟你的朋友好好叙叙旧，我去找思达了。走吧。之前思达说千沙是逃婚出来的。没错，因为他逃婚，搞得2家鸡犬不宁。那他为什么要逃婚？家族联姻，他不同意，所以选择逃婚。到底还是太年轻了，婚姻嘛，本来就是利益的交换，没什么感情可言。所以你觉得婚姻就是利益？2个人没有感情都没关系？当然啊，有问题吗？我好奇。其实，在我的概念里，爱情不是永恒的，利益才是。况且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衡量利弊的标准，向来都不是感情。爱情和面包面前，我不会为了面包去结婚，但是我会努力争取面包，让爱情免于饥饿的困扰。面包我可以自己买，但是爱情是买不到的，所以爱情才会那么珍贵。你的面包爱情论
蛮有趣的。你应该觉得很可笑吧？并没有。你跟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很像，她曾经说过跟你同样的话，也义无反顾地爱过，甚至不顾周边人的反对。那后来呢？他幸福吗？一点都不幸福。可让他不幸福的那个男人，却过得很幸福，并且爱上了其他的女人，早把那个女孩子忘了。但是如果那个男人真的动过心的话，那忘记对他来说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，就算记得又怎么样，折磨自己而已啊。与其陷在回忆里面，也不会幸福，不如选择忘记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呢？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忘记，更没有资格去爱上其他的人。我第一次看你这么情绪化。那个女生应该对你来说很重要哦。抱歉，我失态了。没关系，挺好的。至少我觉得你像一个真实的人了。